什么叫做天堂与地狱？看看独自在荒野生存的宝姐就知道了。毕竟之前的她可是靠着一根树杈和一根树藤捕捉到极品大鳄鱼，将其绑扎得结结实实的。鳄鱼绝对是极品好东西，拿下山去的话价值不菲。然而他还捕捉到了一头上百斤重的超级大野猪，想着活捉对方回去驯养的宝姐，最终那可是错失大野猪，只有眼看着野猪逃走的份了。真可谓是从天堂跌落到地狱啊！好在宝姐最终搞到了一只山鸡，吃上烤山鸡的话，也算是宝姐唯一的一个安慰了。在养殖场短暂休整2日，详细检查了野猪的驯养进展后，宝再次踏上了前往山林的路途。他的心中仍对那次意外逃脱的大野猪怀有不舍与期待，尽管理智告诉他，那样的庞然大物或许早已遁入更深更远的山林之中。没有趁手的长枪在手，宝深知自己不能轻率地涉足那些猛兽盘踞的领地，于是他将目光投向了山林的外围，那里偶尔会有体型稍小的野猪出没，成为了他新的目标。眼前的这片区域显然是野猪们常来觅食的地方，地面上的刨痕清晰可见。宝环顾四周，发现这里不仅地势平坦，而且上方还有茂密的树枝提供天然的遮蔽，是个布置陷阱的理想之地。他迅速开始收集材料，准备在这里布置一个精巧的空中打野陷阱。这个计划需要大量的木材作为支撑和框架。宝没有丝毫犹豫，立刻动手砍伐起来。根据地面上野猪脚印的大小，宝对即将面临的对手有了初步的判断。他计划活捉这只野猪，因此在构思陷阱时格外注重细节。他按照一个木框的尺寸在地面上比划着，想象着如何将野猪引入自己精心设计的笼子中。为了打造这个笼子，宝将一根根长木棍仔细劈砍成短木棍，并按照笼子的结构进行排列组合。他深知笼子的立面必须足够尖锐，以便在野猪挣扎时能够深深扎入泥土中，增加陷阱的稳定性。于是他耐心地将木棍的一端削尖，确保它们能够发挥出最大的效果。当然，宝也清楚这样的设计可能会对野猪造成伤害，但他认为在生存和利益面前，这些牺牲是难免的。如果真的无法活捉野猪，那么将其猎杀后卖肉也是不错的选择。笼子的打造过程虽然并不复杂，但每一个连接点都需要格外注意。宝采用树藤作为绑扎材料，狠狠地缠绕在每一个关键部位上，确保笼子能够承受住野猪的猛烈冲击。这样的话，有着4组立面，便能够围出一个笼子的框架出来。前前后后的，宝姐花费了1个小时的时间，才将4组框架立面给绑扎完毕。主要是收集符合要求的树藤以及绑扎的过程耗费时间。4组立面的组装也简单，尖端部分直接扎入泥土，便能固定，随后便是采用树藤将交接部分狠狠地连接在一起。这一步同样是要足够牢靠才行，因此交接点的位置上，宝姐基本上都是缠绕了3组以上的树藤，力求将整个笼子打造的牢不可破。其实这样的笼子牢固性是很不错的，树藤有韧性又有柔性，木棍也是可以有一定变形。野猪只要不突破极限，还是不容易冲开笼子的。笼子部分目前还没有封顶，宝姐先是提着它调整了一番，选择了最佳的位置，随后这才开始利用木棍绑扎了起来，将整个笼子的顶部给封了，免得野猪从顶部爬出来，那可就亏待了。至于吊装起笼子的固定点，原计划是利用周围大树的树枝，但是宝姐发现大树有些高，于是乎干脆老规矩，自己搭设了一个门式框架，只是一端利用大树做立柱而已。框架布置好之后，还需在笼子顶部绑扎上树藤，这样的话，将树藤一段绕过横梁，此时宝姐便可以一手拉着树藤，一手抬起笼子，将其慢慢的拉扯到高处。在布置触发开关之前，还需要将绳子固定在一侧，防止笼子落下。随后宝姐这才拿上了打野刀，开始劈砍起了平衡装置，也就是触发开关所需要的部件。完事后，宝姐先是在地面布置了2根短木棍，同时将绳子拉扯下来比划位置，以确定绳子末端绑扎小木棍的位置，再配上2根长门棍做底，便能将绳子上的短木棍卡住，形成一个平衡装置。再在底部的短木棍之上，宝姐还布置上了大量的细长木棍，这些都是装置的触发条，一旦野猪触碰到细木棍，便会破坏平衡，笼子直接落下来，将其控住。不得不说，宝姐的打野装置每一次都是那么的没毛病，反应速度那是相当的快捷呀。确定装置没有问题之后，宝姐这才重新的将装置给拉扯起来，达到固定的位置之后，将底部的触发开关给恢复了过来，而且这次在底部木棍两侧都放置了不少的木棍，增大了触发的面积。当然，这样的也增加了边缘触发，野猪有不低的概率会被笼子边缘击中。至于诱饵的话，宝姐可是搞了一大堆的竹笋碎片，将其全部的铺设到了触发装置之上，这可是野猪喜欢吃的好东西。为了稳妥起见，宝姐还将剩下的木棍线一一的布置在了周围，这样的话便能封堵住野猪行走的路线，让其尽可能的走入到陷阱位置。就此，
整个打野装置便算是彻底的玩火。完事后的宝姐也是饿了半天，毕竟今儿连早饭都没吃。于是乎一番搜寻之后，宝姐将目标放在了这些棕榈树上。这些棕榈树虽然不大，比不得前些日子砍的那棵巨物，但是劈砍出来的树干部分也有小手臂那般粗细。不过里面能吃的部分大概就只有1到2厘米的粗度，因此对于能量消耗巨大，食物需求自然也多的宝姐来说，一根显然是不够。宝姐可是接连着就砍了好几根的棕榈树心。小树心最麻烦便是表面的尖刺太多，大树反而少。不过刀在手的宝姐处理起来还是十分的高效的，最终那是直接搞了5、6根树心，打包直接带走，花费了1个小时的时间，宝姐这才算是回到了庇护所。有些日子没使用的火塘也要开始发光发热。由于小棕榈树心内部肉不多，因此宝姐倒也没有像之前那般的提出来切块，最后装入竹筒烹煮，而是直接将其放在火堆之中烧烤。这般的烤法其实和焖煮类似，其外面的树皮层就好似竹筒，经过10多分钟的大火灼烧之后，不少的棕榈树心外皮都被烧成了炭。不过别担心，此时里面的树心可是好好的，而且还是熟透了。不信看看宝姐将它们剥出来后，里面基本上都是一根直径1厘米多的鲜嫩树心。这部分树心含有大量的淀粉，吃起来软糯香甜，口感十分的不错，可是要比土豆好吃得多。当然，有一些老一点的外皮，吃起来就有很明显的纤维感了。别小看了这样的美食，许多国家1罐1磅重量的树心就能卖出10几美元的价格呢。美滋滋的饱餐一顿，休息一番之后，趁着天色还行，宝姐决定去看看陷阱，不然的话就得等到第2天了。不得不说，宝姐的这个决定那是十分的明智。远远看到陷阱被触发的她，那是快速奔跑而去。好家伙，这是不看不知道，一看惊喜满满啊！因为笼子内竟然有着一只大野猪，个头还不小，估计的有40多斤，可是要比宝预估的还要大。此时的野猪虽然受到了惊吓，但是依旧还在吃里面的竹笋。这要是宝姐来的晚了，野猪将竹笋吃完之后，就这体型的话，这个笼子还真不一定能够承受住它的多次攻击，那么野猪逃走的可能性可就不小了。而宝姐愿意多花时间和精力，提前来查看陷阱，便是避免的野猪逃走的可能。不得不说，天道酬勤这句话，那真是有那么一点点道理的呀。将野猪好好的绑扎好之后，宝姐那是直接将其扛在了肩膀之上，然后背着野猪向着养殖场去了。这个时间得要个5、6个小时，估计到家都要半夜了。昨晚1点才到养殖场的宝，那是累得够呛。不过仅仅休息了几个小时后，宝姐便起来了，换了一身没有野猪骚味的衣服后，宝姐那是迫不及待地给野猪些制作了猪食。毕竟驯养野猪的话，那必须得把伙食安排好啊，否则可是不好驯养的。新来的野猪个头对比之前的野猪那是不大，而且还是新入伙的，加之老猪都是野猪，新野猪自然是不敢造次打架啥的。看着野猪些吃得开开心心的，宝姐也是很满意这一次收获到了这只野猪，毕竟养大之后可是值钱货呀。2天的时间里，宝姐都没有再次上山，她要确保新野猪吃好喝好，融入到自己的这一群猪之中去。最终过了4天之后，宝姐确定没问题之后，这才拿上了工具，来到了山林之中，希望能够继续有着好收获。不过这2日的天气不佳，森林之中雾气蒙蒙的，能见度不高，宝姐那是弓弩不离身，以防止遭到野物袭击。朦胧的天对于人类来说不友好，但是对于外出觅食的野物可是好天气。地下留下的活动痕迹便是很好的证明。今日宝姐并未选择耗时较长的传统笼子陷阱，因为地面上的痕迹显示出没的野物体型不大，很可能是豪猪、山鸡或野兔之类。于是她决定采用更为高效且省力的方法。宝姐迅速砍伐了大量木棍，并将它们的一端削得尖锐无比，随后将这些木棍牢牢地插入地面，围绕成一个简易而坚固的笼子框架。这样的设计既简单又实用，足以应对那些小型野物。在笼子的入口处，宝姐巧妙地设置了一个门式框架，并用木棍绑扎成一道木栏杆大门。她计划当野物踏入陷阱区域时，一旦触发装置被激活，这道大门便会迅速落下，将野物牢牢关在笼子之内。这个新版本的笼子陷阱虽然与之前的设计在细节上有所不同，但基本原理却是一致的，都是利用机械原理来捕捉猎物。宝姐根据猎物的特性进行了相应的调整，力求达到既省力又高效的效果。在设置好内部的触发装置后，宝姐小心翼翼地将笼子的大门吊装起来，并通过拉扯大门上的树藤与地面木棍相结合，形成了一个微妙的平衡系统。最后她轻轻放置上触发木棍，一切准备就绪。当野物不经意间触碰到那根触发木棍时，大门便会如同重锤般猛然落下，瞬间封堵住笼子入口。这一连串的动作流畅而迅速，效果令人赞叹不已。
至此，宝姐的新版本笼子陷阱制作完成。她满意的检查了一遍装置，确认无误后，剩下就看运气了。这天不好，宝心想其他业务很难抓住，得靠竹笋凑合一顿。可没想到路上还真让他撞上了好运。他眼疾手快，装上箭，嗖的一声就射中了一只小山鸡。虽然不大，但好歹能填饱肚子。宝乐颠颠地提着山鸡回了庇护所，二话不说就把山鸡丢进了火里，想用火烤掉那些难缠的羽毛。忙活一阵，山鸡成了光溜溜的，一看也就3两重。不过没关系，火边还备着几根竹笋呢，荤素搭配，挺好的。竹笋烤得快，宝儿等不及山鸡，就先剥了根竹笋吃起来。那味道鲜甜得很，但他的心思还是在烤山鸡上，毕竟肉香更诱人嘛。竹笋一根接一根，很快就见了底。这时山鸡也烤得金黄焦香，宝迫不及待地大快朵颐起来。可惜山鸡太小，2口就没了，真是意犹未尽啊！吃饱喝足，宝打了个饱嗝，觉得人生最幸福的事莫过于此。饱餐之后闭上眼睛，美美的睡上一觉，绝对舒服啊！次日，查看地面笼子陷阱没有收获的宝姐，在其他地方发现了野物的活动痕迹，因此她选择了一个极佳的位置，拿上削尖了的木棍，在地面之上挖掘出了一个半米多深的土坑出来。挖掘的过程之中，宝姐还十分幸运地挖到了一颗竹笋。没吃早饭的她，那是当即就来上了几口，垫吧垫吧一下肚子。这次的土坑深度不深，也就是半米左右，主要是野物的脚印不大，而且宝姐准备打造一个盖子，只要野物进坑就跑不出来的那种。至于盖子的打造，宝姐先是在周围砍伐了不少的树木和竹子，接着将树木以及竹子一一的劈砍成段。竹子部分的处理需要多一步，那便是最后将其削尖，让每一节竹子之上都有着2把竹剑，而她打造的盖子便是充满着竹剑的。这样野物落入坑内被竹剑盖住，自然是很难逃出来。至于盖子的骨架部分呢，那自然是用这些长木棍组合在一起，将所有的焦点部分利用树藤绑扎牢固，如此一来才能形成一个牢靠的木棍框架，最后便可以将南竹剑部分卡在框架之上。布置需要比较密集的同时，绑扎部位也需要十分的牢固才行。当然，有盖子的话，那么必然是要将盖子提起来。作为荒野龙门架 3.0 搭建者，宝姐建设架子的功夫自然是没得说。完成这一系列精巧的设计后，宝利用坚韧的树藤将竹剑盖子与龙门架的横梁紧密相连，轻轻一拉，盖子便稳稳地升至预设的高度。随后，他巧妙地将绳子末端绑上木棍，与地面的固定杆相互制衡，形成了一个稳固的平衡系统。在陷阱的底部横杆上，宝精心堆放了大量的长木棍，这些木棍如同蓄势待发的士兵，只待时机一到便会发挥关键作用。一旦有野物踏入陷阱区域，破坏了这个微妙的平衡，顶部的盖子便会如巨石般轰然落下，将猎物牢牢困住。望着自己精心布置的陷阱，宝不禁暗自得意，心中默念：这陷阱效果绝对杠杠的。确认陷阱万无一失后，宝迅速将其恢复到最佳状态，并在上面覆盖了一层厚厚的树叶作为伪装，使得整个陷阱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，难以察觉。为了增加吸引力，他还特意挑选了一根最为鲜嫩的竹笋，将其一端绑在盖子上，悬挂在空中轻轻摇曳，仿佛是大自然中最诱人的美味。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，宝深知这个道理，他相信自己的苦心孤诣定能换来丰厚的回报。